好你的计策奏效了。刚才他们要进来的时候，都要把我吓死了。时隔许久，竟又被厉军给盯上了。除了他这酷吏，武游竟还加派人手追捕我们，真是四面受敌。苏轩真人特意留在黑市，就是为了让武游竟有所顾忌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派人来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要另寻住处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拜谢他。父亲，仙儿，看来叶平安早就谋划好了一切，定是有人将府中的旧事内情告诉了他，他才得以说动母亲下山。那个人会是谁呢？是谁呢？少成，你说呢？依少成看，王府里已出了奸细，若真是如此，需尽快将其揪出来。府中之人个个万里挑一，忠心耿耿，他们没有理由背叛。身居上位者，容易将身居下位者视为工具，忘记他们也有七情六欲，可他们也是人，是人，皆可利诱。那你呢？什么力可诱你？你怀疑我？对，我就是怀疑你。显儿，你莫要忘了。是我察觉叶平安身处黑市的消息有诈，康平王才得以及时赶到。你迁怒于我，也改变不了你输给叶平安半子的事实。山高路险，雪天路滑难行。运盐的车已经损失了好几辆，怎么样才能补充呢？女儿倒是有个提议。叶平安找的黄一鸣是假的，我们何不去找真正的黄一鸣？见过康平王，小人近几日片刻都没有歇息，马不停蹄地赶往曹州，一番苦寻，总算找到了黄一鸣的儿子黄琦，并由他引荐，小人见到了黄一鸣。冻坏了吧？去，给他拿件暖和的球衣来。是。小人不敢居功，都是袁绍卿惦记着康平王左右，给了小人黄琦欠别人恩情留下的信物，小人这才得以将事情办顺利。很好，大理寺的差事你继续做，再跟周弥多学些本事。谢康平王恩典，小人没齿难忘。黄一民能卖多少盐啊？有盐5万担。够应一技之需了。但黄一鸣提出要跟你面谈，才肯做这笔生意。萧野之夫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我去和他谈。袁少强，袁少强，哎呀，袁绍卿将来可是要成为尚书右丞之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何茂山以后一定为你好好办事啊！你给我记着，一次我可以忍，但我绝不会给人第2次威胁我的机会。是，告辞。多派些人找叶平安。除了他待过的严景房，还有富庶房，挨个给我排查。告诉大理寺的人，捉到他之后，必须严加审问。这样会不会太不讲旧情了？咱们非得把他往死里逼吗？女儿去跟黄一鸣谈，父亲是不放心吗？我是想让你多个心眼儿。这批盐数目不小。我会另派人去曹州，先查证何茂山所言真伪，然后再安排和黄一鸣见面。御史案重查后，圣上革了一批盐官，但现在的盐价比去年更高，圣上却毫无动作。女儿觉得安静的有些不同寻常。圣上心里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风得以延续。对内，
我要为圣上压制心怀李氏的臣子。对外，边境战士军需的重担在我肩上，抗日这场仗一定要赢，但一定不能赢得太快。只要一日战事不停，圣上就不可无我吴有敬。那叶平安交给我，黄义民那边就等父亲的好消息了。你喜欢好酒，琅琊王氏的大公子送来的。平安，密道已经挖通，我们可以换地方了。走吧。郎主，属下已经查实，何茂山要找的人的确是黄一民。我们已向他道明来意，也证明了我们的诚意。他答应了会面，此时人已在东山山中。走，去东山。是，郎主，需不需要袁绍卿一起去？不用。你求见本王，本王来了，就是诚意，不必多言，给我报个合理的价格。盐，你有多少，我就收多少。一个惯于掌控局势的高手，他的气势松弛有度，而只有做下人的、做守卫的，或者江湖上初出茅庐的小子，才会这样紧绷着身体。想要装出一副霸气凌人、让人害怕的样子，纵使身上穿着名贵华服，也不像康平王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滚！别在老江湖面前给本王丢人现眼。你黄铁拐，人虽然不多，可能人不少啊。我从曹州到这京城附近来，自然要谨慎些。你一直要跟我面谈，是对我不信任呢，还是对我开的价不满意啊？我干的可是杀头的买卖，买主用言做什么，我不用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至于这盐价，想必康平王已经打探过了。老夫一向是120文1斗的卖价，绝不坐地起价。哎，甚至还可以给你100文1斗。那你黄铁拐到底想要什么？不妨直说。哼，哎呀，这外面风大，康平王可有意与老夫入吴一叙？康平王，请坐吧。
进来吧。父亲，草民能得见康平王，真乃幸事。我只听说黄铁拐有个儿子，没想到却如此清雅，质若松阳。我一直藏着我与小儿的关系，将他送到私塾培养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像我一样，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。黄铁拐所托之事，一定和令郎有关吧？没错，我想让康平王给他在京城谋个驿官办职，他的身就正了。是不是我若拒绝，这笔生意就做不成？有大量私盐的不止我黄一民，除了河南道，别处也有。不过康平王，你大可以打探，能以这么低的价格，又有胆量与官府做生意的，只有我黄一民。再说了，有我儿在，日后你我的往来，我更信任你，你也更信任我，不是吗？你如此赤诚，我若再拒绝，反倒失了风度。我只能举荐你为士官，在士属下布个录事的圈，专门抽录官盐买卖。你是否愿意？谢康平王垂青。好，漂亮。让炼丹师试了这么久，终于调制出了雷火。此物一遇到火星，便会剧烈燃烧，火势甚大。制满50箱的料，需要多久？大概2个多月。无声人小心！有点意思，我喜欢。袁少卿差人送来了这个。他这是终于肯低头了。去元府。这么久以来，你还是头一次来我府上。说我疏事而不用，你是哪种事啊？那自然是霉事。若不倒霉，怎会一开始就被你排斥？听说这2日，你派了不少人全城搜捕叶平安，可有收获？厉郡今日在古元街发现了叶平安。那古元街本就临近黑市，说明叶平安一直就藏在黑市里。我们都被素玄真人给骗了。你被骗了，为何还笑？他若真这么轻易被抓住，我反而会有点失望。说真的，此生能有他这样的对手，
也是幸事。可惜了，若是有得选，你跟他本可以是惺惺相惜的朋友。不聊这些了。时至今日，你还不肯说出那些铠甲的由来吗？从哪儿来的，我不想说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。好。为谋将来。为谋将来。看来，你想的还真是深远呢。圣上年岁已高，李吴两派必会有一场继位之争，届时，败即是亡。你我出身虽有天壤之别，不过我们却有一点相同，我们都没有退路。少卿来了。到夜香喽！少卿来了。哎，到夜香喽！少卿好。哎，王刚，少成兄弟。少卿好。好。少卿好。少卿好。真能干。
只奔波气馁，憧憬仓促前落笔成诗与也沾上悲。梅阁老久卧病榻，现在可还清醒？老臣虽久缠病榻，却不敢不清醒啊。清醒点好，朕得受天命，亦不免其苦。你们做臣子的也不易，上要成君意，下要做好百姓的父母，固守本心，和气之间。老臣当轻己报君恩，但不知陛下有何忧啊？朕这几个侄子，其中最亲近的便是武由敬和武右司。朕若废了自己的儿子，立其中一个为太子，你以为如何？方才还说轻己分忧，现在怎么不说了？臣只有一言：若立子，子可将亲母供奉于太庙，成绩无穷；若立侄，却从未见过子侄成为天子后能将姑母姑父供奉于太庙的先例。看到铃铛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没有杂草，却有明珠。谢谢你。你不该回来的。可你希望我回来？我会杀了你。杀了我，对你有何好处？可邀功，可论赏。可让康平王早日助我拜相。这么看得起我啊？可你心里清楚，康平王绝不会让一个出身盲沟的人登上宰相之位。那又如何？我可以隐忍，我可以等。等？等到什么？成为康平王的女婿吗？你和显儿的婚期定了吗？你和海一平在他心中又有何不同？你只知道武由敬在利用我，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利用他？所以我才说你希望我回来，你需要我这个帮手，独自在他身边收集他把控官盐的罪证，
很艰难吧？你在我身边，危险只多不少。可如果这回让他们以为我是你的敌人呢？无忧镜不会轻易和思妍芳合作，所以我要先用一个假黄一鸣来吊足他的胃口。我们快走，快走！有赵峰在场，吴显儿会同意我大理寺接近夫子的。届时审讯，他也会旁听。所以靳夫子不能轻易开口，你得逼迫他。用什么？用亲情。我有个表兄弟，稍后会将他的情况告诉你。而后靳夫子会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完全透露给他们。不错。至于那个什么黄一民，我们并不认识。就是因为他的名头比较响亮，所以我们才借来一用。既然吴显儿知道我喜欢编故事骗人，那我可不能让他失望。这样一来，他只会认为我和黄一民之间根本没关系。好啊你，9分真话里面掺着1分假话，着实让人真假难辨。可我一旦羁押靳夫子，便要审问到底，否则会惹人生疑。不怕，这是一种特制的药，毒不死人。到了狱中，我会将它服下。你用私盐诱除吴显儿后，一旦败逃，吴显儿跟武由镜便会全程缉拿你，届时你连回到圣都都会变得危险。所以，我会去找你说的素玄真人，请他下山，和我一起躲在黑市。到时你得带着康平王及时赶来，这样事后你就有借口不被他们怀疑。你为何不让素玄真人直接揭露他御史案的罪行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因为现在我为的不只是御史案，黑市不能久留。你要在邙沟挖一条地道，通向严庆芳传闻中的那间鬼宅。这段距离可不短呢，时间怕是有些紧迫。不如说，时间刚刚好。你们俩慢慢聊吧。贺蒙送的那些饭菜，还吃得惯吗？比我在曹州吃的可好多了，酒也不错，管够。那靳夫子当真有个表弟吗？当真？没有。上去透透气吧。大家把手里的活都停一下，都来领馍馍了啊！每家都有，都过来，都过来领啊！吃完了再干活。来来来，哎，给你，哎，拿好了，谢谢，哎，都有啊，来，伯伯拿着。哎，伯伯，脏的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哎，你来这个。外面怎么骂袁绍卿的，我们都听说了。他要不是为了我们，这身上也不至于背这么重的担子。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哎，不中用了，不是？我这心里不好受啊。王伯，在袁绍卿心里，是邙沟养育了他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们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。你这样想，反倒会让他难受。来，拿着。来，大家继续啊，每家都有。来来来，都有啊，来，谢，拿好。
不吃了，饿不了？找娘娘烤火去。娘娘，你吃。哎，儿子，拿碗吃饭去，熟了。好嘞。圣上自登基以来，就在思虑储君之事。今年年初就有传言，他想立自己的侄子为太子。无由镜筹谋了这么久，等的便是这一天吧。他不仅笼络朝臣，而且同时也在铲除异己。刑部赵侍郎已被他关押在新开狱了。对了，你一直都没告诉我，你是如何结识黄一鸣的？离开圣都后，我去了河南道，后来治好了一个私盐犯的头痛症，是他将我引荐给黄一鸣的。我用医治腿疾的名义接近黄一鸣，又帮其他盐犯看病，获得了黄一鸣的认可。叶喜，自打您上次给我治好了头疼病之后，我这头再也没疼过了。我是打心底里边感激你。是啊，叶心义，要不是你，我这胸闷的毛病不知什么时候才好转得了啊！这段日子多亏有叶心义为咱们不少兄弟治病，咱麓山来了位活菩萨呀！对呀，活菩萨呀！等等，来，弟兄们，咱们一起敬一下叶心义！哎，敬叶心义，敬叶心义！皇宫的腿疾可有好转？你给我诊治几次后啊，确实好了不少，只不过近日偶有反复。哎，要说呀，这都是托了你叶平安的福啊！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不过是医者本分罢了，这得要谢谢你的信任。哎，你说这腿脚的症状还能受心情的影响，我真是开了眼了。皇宫最近可有什么烦心事？这近1年的严驾呀，被人操弄得厉害，这背后之人的手段非同一般呐。那皇宫对这背后之人可有了解？了解又如何？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们不过是井水不犯河水。皇宫身经百战，身边又有那么多兄弟跟着你，以你的眼界和格局，自是想过应对之法。要是这个心病能除掉，你这腿疾能大好。依你叶心义的意思，你是为老夫早就备好了药方吧？这得看看我这病根儿找得准不准。皇宫的盐100文1斗，盐贵伤民。可康平王却没这等顾忌。我的兄弟们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是有心与之较量，但在诸多牵绊之下，只能小心应对。所以，我想给皇宫撮合一笔生意，并且需借令郎一用。我倒要听听，你打的什么算盘？签字吧。自己人有什么话就快说，我们还有下一家呢。往月签购官盐300担，实则是200担，可是本月全都反了过来，签购200担，实则竟有700担呢。这司中进官盐里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这是什么？
有了他，这就是关言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可是将4言充作关言来卖，那可是杀头的死罪呀！这，你不签？可以，明天我们就找个人来接替你这盐铺。哎，不，我签。有了。你看，还有这个，也签了吗？这啊，不，这个你这。黄律师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是蜀城该知道我的父亲是谁，有了他，父亲才会放出下一批盐来。之前可没听说你们有这个规矩啊。我们若是不拿个凭据在手，你们随时可以过河拆桥，不是吗？你多虑了，你不信我，还不信那位的名誉吗？名誉对我来说不重要，若是出了事，我们父子的干系最大。施蜀城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可是，还有那么多货整装待发，你却连张凭据都不肯给。不怕耽搁的话，你不妨问清楚那位给不给，我等得起。或者，你来签这个字，可好？写呀！写。4眼犯的儿子就是4眼犯的儿子，才装了阵子的荣样样，废气就憋不住出来了。王鹤昌，你是礼部尚书，你来说说这份奏表吧。陛下，康平王气业崇高，德才兼备，乃百历之表率，数千民众齐鸣上表，臣承奏民愿，请改立武由敬为皇太子。皇嗣尚在东宫，行事并无差错，你王尚书却有如此荒唐提议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礼法尊卑？无故而废亲子，难道你是想置陛下于不仁吗？你，李老可见，自古哪位君主以异姓为嗣？立武家人为太子，才是礼法，天经地义。况且立直并非无先例，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侄子就开创了天家之治。陈霸先是因为无子早亡，不得已才传位给侄子。你怎么不提大成帝有子嗣，却立侄子为太子而产生内乱的前车之鉴呢？陛下，储君乃国本，切不可轻易废除啊！陛下，储君关乎社稷，不可轻易废立。臣以为，既然诸公意见不同，不如缓缓再议。宇硕丹的战事尚未结束，东韩又令颜良转运不畅，朕甚忧之。储君之事，容后再议。无事，便退朝吧。